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上个故事中，我讲到2011年，我离开了老家，去到附近的小城市工作。我在女装店里卖衣服，店老板因为要装修店面，给了我1个月的假期。刚好那时我的表姐邀请我去深圳旅游，可我的工资太低，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向爸妈要了1000块，然后买了火车票，踏上了这即将改变我人生的旅途。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旅游，火车开了16个小时，终于抵达深圳罗湖火车站。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火车站，下车后转了很久才找到出口。5月份的天已经开始热了，我背着几件换洗的衣服站在大街上，车辆来来往往，可就是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旁边有地铁，但不敢去坐，因为我从来没坐过地铁，不知道怎么坐。于是我就去大街上问路人哪里能打到出租车，可大家都对我摆摆手，没人愿意理我。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没办法，我只好沿着人行道一直走。半小时后，我幸运地打到了出租车，去到住在附近的朋友家过了一夜。第2天就搭了公交车去找表姐。表姐比我大2岁，在深圳工作了5年多。她男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卖 LED 电源，她自己也在那儿工作。公司总共3个人，除了表姐和她男朋友，还有一个她男朋友的亲戚小张。他们3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我被安排和小张住一间房。小张比我小2岁，表姐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表哥，当时没工作，也暂住在表姐家。本来表姐是打算带我去深圳各个地方看看的，但因为公司事太多，脱不开身，所以她让表哥带我出去玩。
我和表哥计划去市中心的书城看书。表姐住的地方离市中心还很远，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书城。书城里的书非常多，看得我头晕。大城市里好像什么都多，书多，人多，车子多，而且人们走路非常快，我完全无法适应。每次去市中心都感觉不舒服。我每天跟着表哥出去玩，虽然不太习惯大城市的快节奏，但也很开心，能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可没过2天，表姐的爸爸出事了，他在工作时受伤了，表哥不得不回去照顾他。这下没人陪我出去玩了，我就每天跟着表姐去公司看电视，偶尔帮忙干活。很快，我的1个月假期就要结束了。正打算买票回去的时候，表姐的男朋友的奶奶突然去世了。他们2个必须坐飞机赶回去参加葬礼，而公司就只有小张一个人，所以表姐请我在深圳多待几天，帮忙照看公司。1个礼拜后，他们回来了，我也该回去工作了。可我发现我渐渐喜欢上大城市了。表姐也提议让我在深圳找工作。我心想，回去小城市也没有什么发展，就决定留下来了。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找工作，可没有大学文凭，公司都不愿意要我。我有点慌了，不知该怎么办。最后，表姐的男朋友决定让我在他的公司做销售，这样我能和表姐住在一起。虽然不知道销售是做什么的，但我还是很开心能跟表姐一起工作。就这样，我留在了深圳，而且还有了工作。我其实根本不懂销售员是做什么的，以为就跟在工厂工作一样。然后表姐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的老板，他手把手教我如何在网上寻找客户，如何打电话给客户，然后说服客户买我们的产品。我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很爱问问题，所以没过多久，我就了解了销售员的工作是什么。公司只有1个小车间，用来生产样品，大批量的订单就发去工厂代工，但小批量我们一般自己生产，这样能省一笔钱。有一次，我的客户下了一个小订单，交期很紧，没办法，为了能准时交货，我们4个人工作了1晚上。第2天早上顺利发货。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我们也经常熬夜生产，有时候连周末都要工作。但那时候并不觉得辛苦，反而
觉得很充实。在深圳，除了表姐，我谁也不认识。每天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1年之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很单调，那种感觉让我很压抑，也非常渴望能交到一些朋友。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爬山的群，每周日跟着一群不认识的人去爬山，一下走进了一群活泼的人群中，我自己也变得开朗多了。每次爬完山，我又盼着下次去爬山，但并不是每周日都可以休息，因为公司偶尔忙，我就需要留下来加班。那么我又得再等1个礼拜才能去爬山。也是因为爬山，我认识了我的好朋友小米，我们俩无话不谈，很合得来。小米和这些驴友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欢笑，有了新朋友，每周也有活动参加，我应该很开心才对。但总感觉生活中还是缺了点什么。在中国，作为销售，必须要会说话，会讨好客户，偶尔也要撒谎。但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应该说我根本就不喜欢，所以我的业绩一直很糟糕。从工作上我获得不了任何成就感。相比和中国人做生意，我更喜欢西方人的直接，所以我希望自己能讲英语，做外贸销售员，跟外国人做生意。于是我就寻思着利用空余时间自学英语，等学好了，说不定能做外贸，还能出国旅游，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吧？可我只在初中学过3年英语，那会儿不是很喜欢英语，所以成绩很差，只认识26个字母和几个单词。要自学是不是不太可能呀？加上我当时没钱，也没时间去学校学。不过好在身边的朋友们都很乐意帮我，纷纷给我介绍学习英语的资源。从此我的时间除了上班，就都用在了学习英语上。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去上班前学1个小时英语，下班回来又继续学，一直到半夜才肯睡觉。我的手机里下载了很多听力资料，一有空就听。有时候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听着英语，自己就开始跟自己对话了。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h, I'm going to buy some food.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mething like that. 是不是很搞笑？但我觉得学语言就要开口说，没人跟你说，你就得自己跟自己说。所以你们学习汉语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多说多练。坚持学英语2年后，我发现我能用英语简单的交流了，但还是不够，因为我想考证书，找个跟英语相关的工作。
而这份销售的工作让我每天忙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如果我继续在这儿工作，我永远也不可能达成我的愿望。于是，在2014年春节前，我就辞职了。辞职后，我就回老家过年了。其实我很不愿意回老家，因为我的爸妈还有亲戚们都只会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如果我说没有，他们立刻就会很兴奋地说，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吧。这是我每次回老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之前我对相亲并不是很抵抗，但现在我的想法完全变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并不是结婚了就圆满了。我要学习、工作、赚钱、旅游，实现自己的梦想。就算以后要结婚，也是我自己想要结婚了，而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应该结婚了，我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所以，不管家人说什么，我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打算再回到深圳，另找一份工作，找一份双休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周末学习。春节期间，我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就是抱着电脑找工作，每天浏览各种招聘网站，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合适的工作。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招聘助教的广告，要求是要会讲英语，大专或大学毕业。我对自己说，英语倒是会讲，可大学没上过，要不打电话问问看。然后我就拿起了手机，打电话给这家学校。等待的过程中，我的心脏砰砰跳。10几秒后，终于有人接了我的电话。我老实地跟对方说，我没有大学毕业，但能讲英语。没想到对方说，有没有文凭无所谓，只要求会讲英语，让我去面试。我挂了电话，坐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既惊讶又开心。本来我只是打算试试看，没抱希望，没想到对方让我去面试。忽然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各种幻想。我是不是要当老师了？而且还能和外国人练英语。好期待回深圳啊！接下来的几天，我都非常兴奋，直到回到深圳去面试之前，我才开始觉得紧张，担心面试不通过。